1945年台湾光复那一刻很燃，对不对？但你知道吗？为了怎么接，谁来接这件事，从开罗宣言后就开始各路神仙打架。光复背后是台籍精英与中央大员的权力暗战，是百万字法律翻译的硬核准备，是差点被军政府接管的历史岔路。国民政府、台籍大佬，甚至盟军的暗中角力，比8点档还精彩。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段历史。1944年3月，国民政府突然在中央设计局下面挂了个牌子，台湾调查委员会，简称台调会。表面是搞调研，实际是接收台湾的总参谋部。老大是谁？陈仪，就是后来的第一任行政长官。为虾米选他？老蒋日记中袒露心声，怕台籍志士搞台湾人治台，更怕盟军，尤其美军抢先登陆搞军政府，且陈仪曾留学日本，做过福建省主席，对日对台有经验。那么再来看看台调会都做了些什么。说实话，这个组织效率惊人，他们翻译了150万字日本台湾法令，涵盖民政、财政、农林等等，堪比抄写《论语》3000遍，编了19本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调查报告，涵盖行政、金融、教育，把日本殖民的老底扒光，画了10万分之一精密台湾地图，接收时按图索骥，还狂训接收干部，按需求分类培养，其中行政班120人，警察班932人，银行班40人，全是未来接管骨干。另外一边，由大陆台籍精英组成的台湾革命同盟会直接拍桌狂催，光复不能只靠调查，要求立刻成立台湾省政府，而且他们的理由超硬核，设省才能让国际知道台湾不是殖民地，设省才能让岛内台胞相信祖国真回来了，还要增设台籍国民参政员和台籍武装部队，接收时如遇反攻可里应外合。然而设省的呼吁传到老蒋那里，就已读不回了。老蒋心想，让你们台籍势力做大那还得了。1944年10月，台调会憋了个大招，秘密递交了一份台湾接管计划纲要给老蒋，内容细到恐怖，包括划定政治高压线，公文、教科书、报纸全面禁用日文，暂时留用日本技术员，水电、铁道不能停摆等等。其中最具争议的条款是，行政长官公署权力超大，能直接做紧急决策，堪比临时总督，初衷是为了快速维稳，但也埋下了日后专制的骂名。没曾想1945年剧本突变，8月6日美军投下原子弹，8月15日日本秒投降，台籍志士哭晕，刚喊出给我们武器打回台湾就失业了。1945年8月27日，老蒋紧急任命陈仪当台湾省行政长官，兼任警备总司令。台调会3年的准备资料，理所当然地成了他的上岗手册。光复后，从大陆返台的台籍大佬们各居其位，有人任省议长，还有人当了高雄县长，但核心的行政、军事大权仍在陈仪手中。当初争破头的台人治台，终究没能实现。回看这段接收前史，简直就是一部权力博弈纪录片。陈仪团队的努力，比如翻译法令、训练干部等，确实为接收打下基础。但光复不只是一瞬间的狂欢，更是政治智慧、民心争取的长期考题。忽视台籍人士的参政诉求，低估文化隔阂，尤其是语言问题，也为后来的省籍冲突埋下了定时炸弹。